最近呢，有位同学遇到了一件生无可恋的事情。由于天寒地冻，他们宿舍门窗紧闭，开着暖气。结果，这位住在上铺的同学赫然发现，他下铺的兄弟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吸烟，而且气温越低，其烟瘾就越大。上铺这位同学被大烟熏得叫苦连天，却无可奈何。于是他想到了本 UP。通过研究既往视频获得启发，在头顶装一个小风扇，它理想中是这样的：电扇风力既可缓解屋里上部空间过热的问题，又可将下面上来的烟雾吹走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但实际运行效果是这样的：风扇启动后，液盘从上方吸气向下吹气，遇到阻挡就开始回流，竟然在电扇附近形成了环流，反倒引射更多的烟雾吹向自己。结果这个冬天咳喘比往年更加剧烈。无奈之下，该同学找我们一起讨论到底如何应对下铺的老烟枪。我问这位同学，为啥不让下铺滚到走廊去抽烟呢？他说看到下铺写的一篇抒情散文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自己装了小风扇又适得其反，真是无比的憋屈。就在上铺同学一筹莫展之时，我们看到一段视频里，有人向迎风的悬崖边扔木棍，结果棍子非但不下落，反而被强劲的动力上升气流吹向空中。这提示我们，如果能强制风扇的气流以较大速度向侧面离去，而不是直接向下吹风，就能引射上升的烟雾跟随气流向四周扩散，这样从下铺直接飘到上铺的烟雾就会减少。但有什么方法能使下行的风扇气流改变方向呢？在另一段夏天小孩玩水的视频里，当皮球贴近喷泉时，水柱竟能托起皮球在空中旋转。分析原因发现，上行的水流和皮球发生复壁效应，水受到了球面的粘性力牵拉，一边减速一边偏转向侧上方离去，而皮球则受到复壁效应的反作用力，将该力平移到重心，就变成了力和力矩，正好和水流的冲击压力以及皮球重力达到三力平衡，因此能悬停在空中，并被力矩推动旋转。看来利用复壁效应就可以改变流体的运动方向，而一把雨伞恰好能做到这一点。方法是把雨伞撑开，固定在电扇下方，让气流接触雨伞后发生复壁效应，贴着伞部表面向边缘运动，形成从上方进气向斜下方排气的较大范围环流。如此一来，下铺冒出的大部分烟雾会被伞部的气流引射向四周扩散稀释，只有少量烟雾直接飘进雨伞内部，使上铺的污染减轻。但这么一弄，激怒了以熏跑他人为宗旨的老烟枪。为了让上铺的烟雾恢复到额定浓度，老烟枪开始加大马力排放。此时上铺的同学就需要为雨伞内部排烟，方法其实很简单，直接在伞部中间剪出通气口，让一部分风扇气流直吹下来，撞击身体后，空气的静压会升高，就形成了推动雨伞内部烟雾向四周运动的吹除气流。如此一来，补充进雨伞里的空气只含有在房间大范围弥散循环的低浓度烟雾，于是污染程度又得以减轻。但这种设计从民俗角度看，属于屋里打伞不吉利，还容易造成不长个子，并且也无法对下铺吸烟行径进行反击。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？正好一位同学在操场上遛弯，他发现地上的雪球经过几天大风吹袭，迎风一面都比较圆滑，而背风面则凹凸不平且表面毛糙。原来刮大风时，气流在雪球上形成了绕流，不仅将迎风一面打磨光滑，还在背风面发生气流分离，形成无数内卷的分离窝，并制造大量的湍流，将背面的雪剥离，使其凹凸不平。根据这一原理，我们果断去掉雨伞，将风扇的安装位置向床外侧移动，让风扇气流只有一半能吹到上铺，这样二楼床板的背风面就像雪球背面一样，出现较慢速度下行的湍流，造成烟雾不能上行，只能随湍流运动，大量弥散在老烟枪周围，而向外逃逸的烟雾又会被速度较快的下行气流推动，向室内空间弥散，这样二楼的污染同样会明显减弱。并且老烟枪抽着抽着还会发现自己被烟熏得睁不开眼睛，只好悻悻地掐灭烟头进入梦乡，可谓皆大欢喜。